先生您好，请问您喝点什么？有什么推荐吗？如果您喜欢喝鸡尾酒的话，152轰炸机还不错，曼哈顿也不错，口感就……你刚刚推荐那几款酒，口感怎么样？我们换个地方说话。不好意思，我是来喝酒的，不是来跟你说话的。别想动我红姨。老板娘，红姨，他是罗润。霍总是吧？你还记得我吗？我叫罗润。咱们曾经是邻居。邻居？你忘了吗？我家住在落马湖陈前巷11号。我记得有一年下大雨，你家漏水，我爸还帮你修过雨棚呢。我想起来了，都长这么大了，差点没认出你来。怎么样，你爸还好吗？我爸？对，你爸。挺好的。那就好，我请你喝一杯吧。好啊。红姨，担心什么？没事的，我们就在那边。走。真是邻居。你怎么一个人来的？难道我应该成群结伙的来？你不是还有一个同伴吗？同伴？小商河，半夜羊汤，你还为了你的同伴打晕了李坦，你不记得了吗？他怎么没有来？你好像很期待他过来啊。他还没死吗？活得挺好。他还真能活。你知道落马湖岸的真凶是谁，对吧？你也不是真正的霍子厚。这么凶还要多久？我愿为之拼到最后。即使命运扼住咽喉，
我性命就跟你走，不在意答案能否看透，共赴命运的事无谓携手，哪怕披荆斩棘也一定要去拯救。那未知的冒险与迷梦，终将会有收复时空，让我们执着，就算不烈火一起战斗，在梦魇之后，害怕什么？又怕什么？有什么意义也没有。这么不惊吓？莫代，我可以放你走，但我有几句话，请你仔细听。第一，我知道刚才的情形很像是我攻击了霍子宏，但你亲眼看到了吗？第二，我调查过霍子宏，他家境不好，父母是菜贩子，小学2年级就辍学，帮父母出摊卖菜。回去观察你红姨，像吗？第三，我现在放你走，但你不许回头。如果回头的话，别怪我改主意。很会选地方，内外都有摄像头，人也很多，很懂得保护自己。放心，没动过手脚。无功不受禄，不受你东西。草莓我也没吃，扔了。穆代，其实我对你印象挺好的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不想知道。你功夫好，但下手知轻重，留余地，跟你打交道不累。你刀都架我脖子上了，还夸我武功好，讽刺我呢吧？说真的，我能看得出来，你有非常扎实的传统武术功底。如果较真起来的话，我应该不是你的对手。我也能看得出来，你走格斗路数。你是干什么的？无所谓，我也不想知道。你是来谈落马湖的案子的吗？那我有个要求。你说。有2种人会对落马湖这个案子保持关注：亲友和凶手。3路人朝万烽火买消息，我弘毅和李坦是亲友。你呢？你对我弘毅挺了解的吧？李坦你也挺熟的吧？你找我聊可以，那你要我们全盘托出，你自己藏着掖着的，不太好吧？我很忙哦，你要不说我可走了。难道是我叔叔？
我叔叔叫罗文淼，是个历史学家。叔母去世之后，他为了专心研究地狱史，带着女儿娉婷搬到了小长河。大概2年前，叔叔忽然失踪了，娉婷报了警，我也帮忙回来找。没过多久，叔叔突然自己回来了。叔叔，爸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问他去了哪儿，他说是龙马湖。叔叔经常去外地出差做学术拜访，我就没在意。可当天晚上，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。叔叔，你怎么还不睡啊？都几点了？叔叔，诺人，不要让我去杀人，把我关起来。什么意思啊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一直追问，可他却表现得像是从来没有说过这句话，就好像跟我开了个恶意的玩笑。可能是正因为印象太深刻了，我一直有所防备，所以我每天晚上都反锁大门。叔叔，我进来了。白天叔叔外出的时候，我也尽量跟着。叔叔，这是在干嘛？后来几天都很平静，我就放宽了心。可没想到，老小道，快醒醒，醒醒！我爸他不见了。你不是反锁大门了吗？翻墙走的。你相信吗？我叔叔50多岁，肩不能挑，手不能提，连自行车都骑不好，他居然能翻过4米多高的围墙。我立刻追出去，途经一条小巷，巷子里有一户着火了，里面有人在厮打。你去看了？屋里的景象很惨。李坦是不是也在啊？刚开始我以为李坦是凶手，因为我进去的时候看到他正掐着我叔叔的脖子。知道的，有的时候你只是看到一个画面，并不是真相，但你会仓促下结论。我知道。当时我把李坦给打晕了，叔叔就在这个时候跑了。我看到他的眼神，那种嗜血的眼神，我立刻明白是我搞错了，我叔叔才是凶手。当我追出去之后，看到他的速度和力量，那根本不是我叔叔，可他确实是我叔叔。那后来呢？罗小道，我爸他怎么了？叔叔，你是不是杀人了？啊！我说过，老人，不要让我出去。
绳子拿来，快！我把叔叔绑起来，先去找黎坦，他是现场唯一的目击者。我得问清楚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刚发生了什么事儿？谁杀的人？抓住了，终于抓住了，抓住了！说什么？叶青，终于抓住了！你说清楚！告诉你的生命。我赶着送黎坦去医院，于是把叔叔反锁在书房里面，吩咐娉婷等我回来商量。黎坦误会大了，回去我跟他解释解释。我以为把人绑上，反锁在书房里面，双重保险，短时间内不会出现任何问题。我已经尽最大速度赶回来了，可没想到，叔叔死了。娉婷，娉婷疯了。我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也许他听说我要报警，赶紧把叔叔放了出来。可法医鉴定，叔叔是自杀。那娉婷为什么会疯呢？就算目睹叔叔自杀，至于被吓疯吗？直到我见到了曾春娇，了解到柳树海当时发生的情形，我才意识到，娉婷也许经历了同样可怕的事情。整件事情都太诡异了。我从这个案子开始回溯，从黎坦开始查，知道了落马湖案。但落马湖案的真凶绝对不是我叔叔，他那个时候还在国外求学。后来了解到了有霍子红这号人物，然后我整合我所能寻求的一切线索。如果这是一场大戏，现在整个戏演都在霍子红一个人身上。陆太，我需要你的帮忙。我红姨不可能是凶手。他也许不是凶手，但他一定知道凶手是谁。那你有什么证据？你还记不记得昨晚我们在后面聊了一会儿，他上来就问道：“他没一起来吗？”那个他是我叔叔，我叔叔当时就已经死了，一个死了的人，怎么可能做到一起来呢？我们说的是同一件事情，但聊的不是同一个人。他说的不是我叔叔，而是真正的凶手。他的语气让我觉得他跟凶手打过交道，于是我扎了他一下。你知道落马湖案的真凶是谁？你也不是真正的霍子红。接下来他什么反应，你也看到了。想起什么了？张光华。张光华是谁？张光华是我红姨在万烽火那儿背的第二个案子，他也是落马湖人，而且之前跟李亚青住过同一栋楼。后来，落马湖的案子发生不久，他就失踪了。再后来，他的贴身物件被发现在大通的颐和滩那儿，好像人是遇难了。大通，大通，地名怎么这么熟啊？我好像在哪儿看见过。刘书海翻车落水的地方，对，就在大通。对。
把张光华的资料放哪儿了呢？我不知道啊，我一下午也没见到木袋了。行，那你再找找吧啊，哎。哎，这又是唱的哪一出啊？啊？红姨，来啦！我这个，哎，最近发生太多事儿了，我想祈祷一下，保佑咱们酒吧平平安安的。哎，红姨，你都来了，那你来吧。好了。怎么样？我没找到。啊？我不知道红衣把张光华的资料到底放哪儿了。没事，万烽火那儿应该有底本。嗯。